迎收看关键时刻。当韩国选出了新的总统李在明，韩国股市今天涨了起来，这个不意外，这叫庆祝行情。但是今天台股也大涨了，尤其这支股票台积电今天涨了4.21%，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昨天魏哲家 CC 他特别跟大家讲了什么？你多买台积电的股票是不会错的。为什么他当时要突然讲出这样的一个话呢？原因是什么？恐怕我们认知到了半导体巨人三星，因为选上新总统的关系，要倒下来了。这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特别点出一句话，他说：“韩国你不能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当今天韩美两国已经出现了信任崩解危机的时候，我们当初以为半导体的巨人三星，这时或许是我们最好把它推倒的时候，这时可能是我们可以把它完全歼灭的时刻吗？果真，我们过去都把三星当成我们最主要的敌人，但这几年我们发现台积电跑得比谁都还要快，三星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车尾灯了。但问题点什么？他们想要追，但今天他们选出新总统之后，这是一个很大的讯号。美国也放一个讯号出来。这是我们要完全歼灭三星的最好时刻吗？没错，现在全世界的焦点都在看台湾跟韩国，因为韩国选出新总统了，所以它涨出庆祝行情，我们不意外嘛。它现在涨了2%多，但是有一个台湾也是在亚太里面大涨行情中，台湾涨了只输给韩国，而且涨得非常多。再来最受关注的是台积电，台积电今天股价非常好，涨了40块钱，4.21%，将近半根涨停板。为什么台积电涨这么多？而且魏哲家 CC 位还跟大家说，现在就是应该赶快买台积电，台积电未来2年将会创纪录好，未来10年都会很好。为什么？因为今天美国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他警告说，韩国选出来新总统，你不能再想一件事情了，你不能再想安全，你要靠美国美军的保护，但是经济靠中国，你绝对不能这样，因为韩国今天怎么样？选出一个亲中路线的新总统，这个政党的路线一贯就亲中，所以他有可能是三星这个700磅的巨人快要再倒下来，因为台积电真的要倒下了，要倒下来，甚至巨人可能三星恐怕要变成中芯了，因为相关的技术正在快速的跑到中国过去，所以台积电为什么大家突然间发现台积电的未来大好，所以整个国际市场跟资本涌向台积电的原因就是这样。那我们来讲，韩国选出来新总统，他在选举的时候就写了这本书叫《最终由国民来做》，来讲他的政治理念。他的理念很简单，对美国他就反美，所以他认为部署萨德系统其实对韩国跟经济安全不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他反萨德系统。对日本他是仇日，所以跟文在寅一样。跟日本的摩擦会越来越大，并且重新审视跟日本的外交关系，那可能又要重演说日本可能会惩罚他，禁止相关半导体的技术跟材料卖到韩国去。对朝鲜的政策，他又走向了亲北方朋友，包括北韩跟俄罗斯跟中国，他都会亲。所以完全跟这所谓的美国跟日方完全格格不入。所以也难怪赫格塞斯刚刚已经讲了，你必须要在这2个给我当中做一个选择，你不能安全靠我，经济去靠中国啊。这代表什么？真的像他说的，失去美国信任的韩国会走回亲中老路之后，你就完蛋了。所以，川普对抗邪恶阵营的焦点就在韩国跟台湾，就在三星跟台积电这2个巨大的企业里面。所以，这个经济学家台新金控的首席经济学家就讲很清楚，如果你给我走回亲中的路线，失去美国信任，三星就会变成中芯公司。所以昨天股东会，我们来看台积电 CC 位为什么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他讲很清楚，世界上有台积电工厂的地方有哪里？台湾、美国、日本、欧洲跟中国。对，不要忘了，台积电在中国有工厂，但是美国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在跟邪恶阵营对抗的过程中，美国的技术跟安全绝对不能被威胁到。所以他昨天讲很清楚。他不会把技术外泄出去，不管在任何个地方哦。他不止在讲美国，不止在讲日本哦。大家最关心呢，他有中国大陆厂啊，技术会不会外流？所以他把它讲得很细，他就说我分得很清楚，研发再来生产，在试量场，我要分几百个人、几千人，把这件事情切得非常清楚，绝对不会外流。所以我知道是光一个博士在台积电只能管非常小一个部分，所以不是你派一个10个人、100人，你可能要派1000个人、10000个人才能偷走台积电的技术，绝对不会外流。所以邪恶阵营跟川普的对抗，美国的安全
其实是在这个技术保密之中。对，那三星为什么人家会担心它变成中兴？美国人为什么在乎？你不能再干这件事情了，因为整个韩国跟中国之间，其实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几乎可以说是韩国人打造了半壁江山，甚至占全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有功不可没。你看了，我们一路数嘛，偷走技术的有什么？三星的高层把复刻整个三星半导体厂技术什么完全复刻在中国，所以他把怎样做出整个第一轮产业做出来。再来，我再数面板技术、OLED 的技术。现在也被偷出来，所以中国的面板也是三星去做出来，中国半导体也是三星做出来，所以造成什么事情？长兴储存提前生产 HBM， 那三星跟海力士都非常紧张。HBM 是做什么？是 AI 重要晶片，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你轻中路线走下去，三星变中兴，就会变成中国的三星。所有关于美国的技术会透过这条路径走过去，所以在这个世界，你不能不选边站，你不能不仅仅站住那个阵营。国正，所以你这样听下来，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苹果为中国打造他们制造业，那时候川普气得要死，结果现在川普的噩梦出现了。为什么？我要封杀你中国的晶片业，结果是谁？就是你南韩把中国的晶片给养起来了。对，没错，就是三星把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给打造出来，以至于现在它也要跨入 AI 晶片相关的领域，所以大家非常担心。那更可怕的是，这个人竟然出现在中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名单里面，被中国捧为重要人物。这个人是谁？当我讲出这个人，其实台湾人都非常的紧张。这个人叫 Kill Taiwan 的金奇南，大家都听他外号叫 Kill Taiwan。干掉台湾。2008年，他在三星里面高层会讲说，我要把台湾给完全，口气这么大，当然很大。他真的做到一件事情，把第一任跟面板这两个台湾曾经做过了2兆三星产业。把它本来是双星打成三星，那他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我第一任彻底干掉台湾的时候，我还要干掉什么？干掉台积电。所以那时候主持的计划叫 Kill 台湾计划。这个金奇南，他现在竟然跑到中国的工程院的外籍院士名单。你不要看他，真的是资历非常显赫，担任三星半导体部门的总裁。然后那时候大量挖角，其实一度技术快要赶上了台积电，就是那个时代。所以张忠谋为什么说他是可敬的对手？坦白讲，就真的是那个时候说三星是一个700磅的可敬的对手，大猩猩就是三星。他其实跟我们台湾台积电下一代接班人，尤其是为下一代的米玉杰。他是同门师兄弟，都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康龙教授的门徒。那米玉杰现在被称为台积电的脑米，他多厉害，非常的低调，非常的小心，一路开发90奈米、40奈米，到现在5奈米，往前推进就3奈米跟1.4奈米，担任台积电研发主管。所以米玉杰几乎是台积电下一代接班人的人选之一。他的同班同学就是金奇南。好，金奇南，我跟大家讲哦，从韩国国家工程院士跑到中国，你看他跑到杭州去参观相关 AI 技术发展应用，那双方在探讨，所以他不止一次哦，2023年去了哦，再来2024年去讲半导体相关的技术。他当过三星半导体的总裁，跟台积电做过第一任发展哦，他又去交流这个。2024年9月，也就几个月前，他又跑去交流中韩工程科技发展论坛。也就是说，大家最担心的是韩国会不会走向亲中路线？金奇南的行径其实都已经告诉大家，而且这是完全在中国工程院的官方网站直接把它抛出来，等于说都是我自己人了啊！对，我在教中国怎么发展 AI， 怎么发展半导体，等于是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奸，比梁孟松的影响恐怕不会太小。那我们这里也看出，为什么今天台积电涨那么多，是因为三星真的非常急了。三星跟台积电的战争，三星真的是远远被抛在后面了。我们去查整个7奈米的比重，三星其实现在完全依靠中国客户。其实三星一半的晶圆代工是它三星自家的客户嘛，三星自己用，再来是中国客户占比超过30%，美国客户不到2成，就扣除他自己都是中国客户。然后最大的客户是谁？腾讯、百度跟抖音都是填补他产的关键的客户群。所以他今天干了什么事情？这几天挖了台积电的玛格丽特韩，以前曾经担任过台积电在北美的一个业务的头，那他其实一度也跑到英特尔，所以台积电不是非常在意这件事情。可是你可以从反过面可以看得出来，
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抢救北美市场，看能不能补回，是因为他在北美完全没有客户。那可是他现在只能选什么？韩国的经济真的非常的差，选出这个今年股票涨，其实大家其实有点意外了，因为经济很差，连韩国央行都说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只有从1.5%到0.8%，等于砍一半，下调一半。那再来是韩国新的总统李在明，他其实整个他们的党其实是反财阀的，结果他竟然在选举期间跑去见三星的李在镕，说：“我们需要企业来加强我的国际竞争力。”等于他又走向他最讨厌的亲财阀路线。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是，韩国经济真的糟了，他想办法要救。而且我就觉得太奇怪了，今天李在明去找了财阀，然后没想到呢，李在镕，我们之前就有谈过哦。他之前访问了比亚迪的总部哦，而且找了很多的中国，这不就是越来越坐实亲中这件事情吗？对，所以我们大家台积电为什么今天这么看好，是因为它又只能走回亲中的老路，虽然又想开发北美市场，可是还是很难。所以你看李在镕，一边跟李在明新的总统握手，一边其实同一个时间他跑去找小米跟比亚迪，代表怎样？他最后又会只能走向中国，可是中国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已经预测，他越走向中国，越是他毁灭的结果，会走得更快，而且美国的惩罚会越来越加重。石头，这样一路听下来，如果今天一直走回去这个老路，尽管你换了一个新总统上来，现在被形容什么？李在明如果走回亲中老路，不就等于是走回文在寅的老路？你走回文在寅老路，这代表一件事情。川普要恶整你了，没有错。赵和目前为止来说，李在明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内部的压力是什么？他说了什么？我们要团结战胜内战。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呢，韩国分裂成所谓的进步派跟所谓的保守派。进步派就是李在明这一边，那保守派就是这一次的金文珠，还有包括说像尹锡悦他们这边叫保守派。两派力量惊讶非常严重。他就说啊，我们以后没有什么团结派，没有什么进步派，没有什么这个保守派，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然后他还说什么我们要结束内战，然后国家统一这样一个状况。但是问题是怎样？外面的压力对他来讲非常非常巨大。美国已经在看着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讲什么，我们就细数他讲什么。第一个，他说呢，我们的要这个萨德系统要退出美国，萨德退出这个韩国话，能够接受吗？再来，他在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呢，他曾经有提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是什么？他要求呢，真的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呢，驻韩美军不能够动，所以等于他等于是跟美国在直接杠上啊。那虽然说他现在当选，他说我要务实外交，我会跟美国来，我会如果川普真的要我爬的话，我也会爬。他也都讲就是这种话，但是问题是他对日本的态度就是比较强硬哦。对，他对日本是相对强硬，他完全仇日。对，所以你知道他的路线，未来来说的话，美国跟日本会不会相信他？你知道今天呢，他当选的时候，赵和你知道白宫有拍一个贺电恭喜他。但白宫的贺电拍完恭喜他之后，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我们要留意中国不能够介入这种民主国家的选举。那样白宫贺电，你庆祝韩国总统，你讲中国干什么？暗示的很明显了吧？那国务院拍给李在明说什么？国务院就说，美韩我们未来还是一个非常坚实的这个同盟，但是什么？但是我们未来要加强美日韩3个国家的这个联系。那你拍给韩国的贺电，你讲到日本干什么？所以显见美国对于李在明未来在日本的态度，还有对美国的态度，他非常的关心。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当然有可能是说他当选是这样，他选举是这样讲，当选不这样讲，有可能。但是我们在看他上台之后再怎么说。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因为他说这一次呢，他说要对付这个尹锡悦，因为他说了防止发生再次的这个军事政变。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个追究尹锡悦的责任。好，可是我跟他讲，他如果追究尹锡悦的责任到底之后呢，韩国不可能会团结的。我敢这样讲，为什么？你看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来说的话，你看韩国你会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状况哦。你看李在明是蓝色这一边，蓝色都在都这边都投给蓝色，然后呢金文珠是这一边，红色都投给这一边。韩国分裂成两个边，非常非常明显。而且你知道吗？事实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第一个，这边过去一段时间，你只要是这种所谓的保守派力量，像什么尹锡悦啦。或者像这个朴槿惠，他们这边都得票很高啊。进步派这边呢，都得票很高。对，照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夸张，如果大家有看这个韩国选举的区域分布图的话，你会发现有3个区域，这个地方，光州，然后还有这几个区域。照你知道，李在明得了82%，得了84%，得了85%，这个地方民众全部一面倒的支持李在明啊。所以呢，韩国的区域性
还有这种他们的这么多非结构性相当的严重。那你想，他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吗？不可能。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你知道这一次的图，他们投票出来是这样，对不对？两边对不对？我们这个他们的这种地域性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已经1000多年前的。你说在高句丽时代就有了。韩国有三国鼎立的时候，你看这个高句丽在这边，对，新罗在这边，百济在这边，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投票出来还是这样的状况。你看完全一模一样啊，完全没有改变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事实上这主要是因为两边，第一个新罗跟日本比较靠近，百济跟中国比较靠近，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你看现在这一段时间这边是不是比较亲中，这边会比较亲美？对，所以他们有很多地域性，还有过去日本统治的时候，他才把这个地方发展的很好，像釜山啊、大邱啦，还有什么这蔚山啊、浦项钢铁，全部都在这边。那这边呢，日本没有发展。所以他们就形成那种区域性非常严重。那你觉得目前为止李在明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完全没办法，没办法，这是个结构性。那如果他还要再对付尹锡悦，那不可能，因为这些所谓的保守派人士绝对不会原谅你侵犯尹锡悦这个尹锡悦。所以现在美国也在旁边看，我就看你怎么做好。那我就讲，事实上，为什么大家会质疑这个李在明非常亲中？很简单，因为他曾经说过一件事嘛，他说我们对中国要说谢谢。然后也对台湾说谢谢，这样就好了。就我们对台湾跟中国态度是一模一样。他还说中国谢谢，他还讲中文，对，谢谢。我们对中国说谢谢，然后对这个台湾说谢谢就可以了。然后还说什么，无论台湾发生什么事的话，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跟台湾内部怎么解决，没有什么关系。前几天的时候接受媒体访问说，万一这个中国真的入侵台湾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他说等到外星人来地球的时候，我再想这个问题。哇！所以他显然他跟美国是不同步调嘛，对不对？日本现在的想法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可是他显然不是这样想，所以那这个就会让他的事不关我的事。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几年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这个，因为韩国开放很多这个中国移民来这边，所以这几年预估啦，在这个经济带这一带啊，大概有50万到100万的中国人移民到这边，所以呢，这一次选举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这是在他们首都圈的一个候选人，对，这候选人，赵和你仔细听，你可以放声音出来听。总统候选人的游览车，他是讲中文的，对，是大韩民国对，总统选举日，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给我们共同民主党李在明一票，对，谢谢大家。对，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首都圈或者在他们很多地方里面来说，中国人非常非常多，对，所以这次选举听说有大概100万的中国人投票啊。事实上，你仔细看哦，李在明跟这个金文珠也才差100多万票啊。所以就你看，这就这几年的这个状况啊，所以我才说，这为什么这个会让整个韩国内部分裂的越来越严重？好，而且你知道，现在亲中派上台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韩国网友就开始，也就是反中这一派开始在哭手李在明。譬如说，你看，这是李在明，这个被网络上哭手，你看他对一个毛泽东的铜像这边敬礼，对不对？但事实上，这个是哭手上去的啦，没有这个东西啊。原本是这个样子的，原本是说，因为他们之前在这个釜山举行所谓连这个很多党派的这个演讲的时候，他对他的支持者握手，还有深深的鞠躬，所以他其实没有毛泽东。你看人民大会堂上面来说的话，你看这个人脸换成什么？换成就是李在明，对，然后有这张图，你看。李在明的这个面具撕下来，后面是习近平，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我就说韩国这个对立情况是相当近。我们其实在台湾无法想象，但是其实韩国这种两极对立是真的非常，这已经应该到你死我活的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李在明他能够当选？当然啦，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好像跟这个川普一样，川普去年不是被子弹划过吗？对，李在明也曾经被暗杀过啊。你看2024年的时候，这件事情，你看有一个人呢靠到他身边，就是刺下去，真的刺到他，他真的受伤了。你看就这样刺下去，赵和那是因为后来送医院赶快急救，不然他真的会有生命的危险。你看这个韩国是这样子这么激烈的两边对抗的一个状况。他直接不顾所谓的维安，不顾人，直接冲过去，然后就给他下去了。对，没错。然后后来你看，后来没多久，他伤愈之后，5月的时候，他在帮人家站台的时候，你看又有人跑上去，1月已经刺伤了，5月又来一次。对，所以你知道是啊，那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些所谓的保守派人士非常不喜欢李在明的言论，他们要好戏，就这样。好，那还有这样，他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
他收到非常多死亡威胁，3月19号，然后非常多死亡威胁一大堆，都是要针对他太多这种很多人想晋升去突袭他的，所以呢，是让韩国对立这么严重。好，所以呢，这一次选举的时候，正好你知道吗？李在明的演讲的场合里面来说，他身体里面穿着大概约莫3公斤3公斤的防弹衣，因为他一定要穿着防弹衣。另外一个，你看他演讲的时候呢，身边都有非常多保镖在这边，因为为什么要防止？你看很多保镖，导播来，我们看。1、2、3、4、5、6、7、8、9、10、11、12，下面随便数就12个了。下面也是一堆保镖围着他，就是你不能够靠近他，不能够，而且他都有所谓防弹玻璃在那边罩着。所以你知道韩国2极对立这么严重，那你说好，今天韩国人这么凶悍，好，对，韩国人非常凶。那今天他又要对付尹锡悦的时候，你觉得有可能会另外一派会跟你这个？我就跟你讲，他恐怕会狠狠的修理这些人。因为你这些人曾经要伤害我，对，而且尹锡悦之前之后还用法律对付我，现在我也有讲对付你，所以我觉得韩国内斗只会越来越激烈，而且这种内斗的气氛呢，到了什么地方去？我觉得这次很多艺人就莫名其妙中枪，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韩国艺人并没有这么样的表态挺谁，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次有一个人被这个延上，我看得非常心疼，就是 aespa 的队长 Karina， 对他，你看他在网络上 po 了这个照片。或者是照片来说的话，因为他穿了红色的衣服，对，红色的衣服就是金文珠的颜色，好，对不对？然后2号刚好就是他的号码，所以他因为他穿，对，因为他穿这样子的颜色，然后又穿了这样2号，对，然后就被延上，就说你是不是要挺他？那挺他之后，他完全大家就轰爆他，这个怎么可能会有人信啦？对，粉丝应该会很强的。然后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红玫瑰，红玫瑰的意思就是总统补选，所以他是这样。红玫瑰总统补选，然后你穿了2号，然后这个衣服这样子，就是表示你支持2号，就这样子啊，就没想到他就被延上，他被整个延上。我一度以为粉丝很理性会去挺他，后来发现没有，他竟然 IG 的粉丝数3天掉20万，你没有听错，3天掉20万的粉丝，还在减少之中，现在还 IG。那为什么他很倒霉呢？因为第一个，人家李在明的儿子表示说我很喜欢 Karina。我想要跟他发展什么关系？所以呢，这样子 Karina 这一次真的很倒霉，他被2边卷进去的一个状况。好，那你说只有 Karina 吗？没有，还有什么？这个 Stray Kids， 他们你看原本以前他们拍的影片都是指2号，我觉得大家都比2号，你说比个耶嘛，对不对？这很正常嘛。就很想他们现在变成什么？变拳头，不敢变哆啦 A 梦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到，等一下，这差太多了吧？每个人都耶灿烂笑容是，然后每个人没有办法比耶的时候是。拳头，对，然后每个人脸都很僵，为什么？跟我们平常我想比不能比，我都不敢知道，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很怕被 Karina 一样被人家延上，被人骂翻天啊！所以你还有谁？还有这 MX， 他前一阵来台湾嘛，他们的成员呢被他原本也比了耶，就比了耶，他发现不对，那后来怎么办？他比了1、2、3、4、5。就说我5个号码都每个人都会怕，对啊，所以呢，因为什么？因为呢，你不能比1，你也不能够比2。你看比2，你看他马上收下来，不对，收下来，你看他不对，你看有没有很慌张？你看他在那边比1、2、3、4、5，所以呢，每一个艺人碰到这个问题都非常非常之紧张。你看他连比战都不行，就不要比啊，你不要比啦。对，你看2比2，你看他开始1、2、3、4。那你就知道说韩国这次的他们的对立是多么严重，因为这次的选举是创了他们历史上的最高投票率，他们韩国投票率79%，所以也就是说2边就崩到极点的时候了。那你说真的啦，说真的，这次的李在明呢得票是很高，但其实他赢另外一边赢没有很多，所以来跟你说韩国这种2极化会继续下去。那如果李在明没办法化解的话，我觉得韩国接下来也会偏向动荡的局面。宇轩，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现在李在明的亲中，美国他都在看着。你看的情况之下，你一举一动，美国他随时掌握之外，我们刚刚开场特别提到赫格塞斯，他们美国的国防部长他说了，韩国你不能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句话是什么？他只是说我给你个面子，你现在不给面子的话，你现在不走下台阶的话，我以后真的会让你死。照没有错，很多人担心说，哇，完蛋了啦！南韩这样选出一个亲中的总统，会不会对台湾来讲不利？各位，你不要忘记了，当时尹锡悦整个行动跟策划的背后，美国要他生就让他生，要他死就让他死，多的是给息可以去处理。比如说，来，我们先讲这个白宫所报道的，他呢用白宫官员名义呢，在第一时间是不是跟你讲说，南韩跟我们的关系坚若磐石，美韩同盟，听起来是好事，对不对？就不对哦。下一句话重拳就出来了。
但是呢，我反对中国对于任何世界民主国家的干涉跟影响。刚刚聪哥是不是才跟我们讲说，有高达将近快要100万的中国人，很有可能都在南韩那边规划国籍可以去投票。所以换言之，今天他如果要去处理你，要对你动手的话，他的意思说你要自己要选对边。看你是要站我这边还是中国那边。如果你在中国那边，逮机会倒大霉。为什么 ？Texas 他对于南韩提到最第一把枪是什么吗？就说你南韩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我问你哦，驻韩美军有多少人？一大堆嘛，成千上万人嘛。那驻韩美军的费用，我们的设备、我们的器材是由谁来支付？到现在为止，美国其实占很大一部分哦。南韩基本上这一次为什么贸易协商跟谈判，他们在讨论什么？军备你给我增加。好啊，那没关系。那正好我跟你讲，你如果乖乖听话的话，他只给你增加变成2倍，这样行不行？也可以嘛。那你如果不听话的话，说我给你拉到4倍，行不行？也可以啊，你爱靠中国，所以他才讲这句话说，你不能每次安全就叫我美国来经济，然后呢半导体啊，你的我们讲石化业啊，相关的零售业都往中国。对啊，你搞什么东西啊？虽然说不可能，我不可能跟你这样玩，所以呢，拜托一下，我一定会处理你。哦，所以你想想看，当他这句话已经跳起来的时候，他是说你应尽的义务跟应尽的责任，你都应该要做到。印度太平洋同盟国面对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在进一步扩大时，国防费用比欧洲少，像话吗？换言之，它可以威胁什么？那我撤出。我请问一下，南韩承不承受得了这样重？吓都吓死了！你一撤出，北韩打来怎么办？对，问题是因为你美军是制衡朝鲜非常重大的力量嘛。来，这时候你再回去看李在明这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啊，外星人入侵呢地球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考虑呢，是不是来援助台湾？的确，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件事情。李在明的支持度虽然说是领先的，而且是胜出这场选举的，但相对来讲，他这个不叫绝对领先，他这个只叫相对领先。而你看哦，当李在明讲了这句话，结果之后呢，谁来附和？你知道吗？赵和来，央视军事。李在明讲完这句话之后，央视马上抓到风了，马上说对对对，就是这样。而且你看，我跟你讲，这绝对触犯到美国敏感神经。接下来，我觉得他们现在贸易协定还没谈判，对，还没谈成。OK， 还有包括未来的美军的问题，所以我讲这个东西哦，美国不可能放过他。他说要恢复韩朝军事热线，换言之，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第一个，他要跟呢朝鲜之间呢建立所谓的沟通管道，停止呢我们讲紧张行为，就是他跟北韩之间和缓嘛。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讲的美国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消息嘛。而且他说，中国是韩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对朝鲜安全产生影响的国家，持续稳定处理的韩中关系，马上就递出橄榄枝给你了。对，而且是引述他所讲的话。OK， 就是引述他对于整个安保政策，也就是外交政策里面，关于呢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关于两岸局势，同样在同一话对话的脉络跟逻辑的时候，中国直接把它引述，所以这个东西态势很明显的嘛。但赵和啊，你知道我们跟韩国其实过去真的有关联性，但打南北韩战争，那原本呢中国解放军呢一直想说没有要帮忙，没有要帮忙，就后来呢打到后期的时候呢，突然间呢中国解放军呢投入了，所以那个时候南韩当然非常紧张嘛，就希望说，哎呀。是不是中华民国这边、台湾这边可以派出一些系统帮忙？我们呢，就真的派出了好几个特工，而且是数以十计。那这些特工呢，他们是干嘛？他们是以台湾驻首尔大使馆为一个执行基地跟任务，然后呢，进行开始我们讲的这种新战，也就是所谓的特工训练。什么叫新战训练？因为你想想看哦，那个时候协助北韩打南韩的里面的很多士兵，其实是中国来的。对。但中国不会派自己人来，他们会派谁来？你知道吗？派俘虏。降军，也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我们讲的大陆打输之后，国民党是不是有一批人被俘虏了？对，他就派这些人去打。对，那这些新战士是什么呢？他就找一些会说中文的、会说日语的、会说英文的，然后呢，特别是有些甚至是老师啊，是一些小组。然后组成之后，他就开始去那边，每天就是跟他我们讲的，比如说飞机发传单，去开导他们的概念。对，他会讲第一个传单，他就写中文，然后呢也写我们讲日文，也写英文，就说赶快啊，弃暗投明啊，台湾有热乎乎的面可以吃啊，热乎乎的包子啊，不要在那边啦。哦，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诱导，说你赶快来这个我们讲的。投降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要不然就是用广播。你有没有听过四面楚歌？哦，可能一直在那边唱邓丽君的歌啊，唱谁的歌啊？我不知道，反正就在那边跟他们这种新战宣导。那你说宇轩，你是在开玩笑对不对？不对，因为他们弄了传单、广播，然后有一些影片，甚至儿歌，就最后呢，至少我们讲了，让上万人以上投降。呀，上万人。对，所以我们台湾在这次韩战里面帮了他们这么多。然后李在明刚刚我们也有特别讲到，他说台海发生事情怎么样？他说等外星人打来之后再来说，你根本就是个忘恩
恩负义仔啊！对啊，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哦，你不要以为说是我们派过去而已哦，在韩国原本也有很多华侨，那这些华侨你知道干嘛吗？他们自愿哦，自愿，他们是明明就是应该是我们讲的中华民国人，然后他们自愿说，哎，我们来替你们打这场战争，所以组成了大概我们讲220人的这种小组。结果你知道这220人小组他们担负什么样的任务吗？很辛苦，他们就冲第一线，照了。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就往那边去。他们冲第一线的。对，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往那边去吗？因为理由很简单，他去到那边之后，对不对？比如说他会伪装情报，因为他什么语言都会讲嘛，他就会跟你讲说，你看到你是什么队伍的，比如说你是解放军，他跟你讲老乡，我跟你老乡哦，然后渗透进去，然后拿你的情报，然后拿出来卖哦。那看到你讲什么，他就会配合你。然后去做这样，然后把这个大量的情报呢给交代回来。当时他那个指挥官是谁？就是这个邵玉林。那这个邵玉林呢，就是驻韩大使。他那时候是说自己是什么？他是中国心理战部队司令。他还把自己封成这个名字。而且各位真正了不起的是，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都是一些老师，不是说什么特别的。各位，你不要以为是什么军事训练人员哦，非常多国中学生、高中和国小的师生，对，通通都帮你们韩国对，所以不是军人，就是我们派了，不是军人。那他就是发自内心，就是我们讲一般的师资，所以他语言能力才会特别好嘛。而且你知道他们还是谁帮忙吗？美国帮忙。当时是去到美国进行特殊的受训，最后面呢才有办法执行这样的任务。而且呢，他们所有的待遇跟时数呢，都是比照我们讲的美军。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他们曾经讲的这段话就很好笑。OK， 比如他就跟他讲说，这种呼叫器哦，你们要投降吗？还是会死吗？中共军叉叉战士啊，你们已经被层层包围了，不要进行没有意义的抵抗。联合部队优待战俘，然后他就开始跟他们寄出很多的优惠啊，这样子。那你想想看。当时我们帮他这么多，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冲第一线甚至牺牲掉自己性命，这些人都是华侨，都是台湾人，然后自愿的在那边帮忙。而且你看哦，当时的我们讲的报道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华侨这个支队从海上空中各个渠道，然后在你的各个县市都去协助你去渗透造反。你知道最后面这些华侨剩多少人吗？只剩大概10个人左右而已，就是大部分人都阵亡了。就是我们牺牲自己的性命去帮他们打那样战争，只剩10个人，而且这些人了不起是他们都是自愿的哦，因为我就讲了，他都去那种很危险的地方，而且你做廖北亚，你很容易就出事情，对，你就是去渗透去拿取他的情报嘛，那最后我们大概就剩10多人、20个，然后很多人连尸体都找不到，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不禁在回想说，拜托一下，你韩国有没有念我们当时的旧情？就算你不念的话，至少思考一下，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中国真的遂行他的意图，难道你在他临近边国的韩国，你也能够幸免吗？体会，我们之前看到文在寅，他当时也是亲中，当时被美国整得多惨，然后现在呢，李在明又被美国给盯上了，而且这是他对上了什么？川普川普我们刚刚提到了，苹果帮过中国，我杀你。你今天韩国在帮中国这边，我杀更大了。对，这个如果说啊，李在明他当选的这个票数得票率啊，能够超越50%以上，我相信美国要动手的话，还会就是顾忌一下。对。但是问题是，今天开票出来，我认为美国终于放下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李在明的势力来讲的话，他得到的是将近49.42%左右。那另外一个阵营呢，就是金文珠，没想到金文珠选那么好你看竟然还有41.15左右嘛。那另外一个这个第3名的，基本上他拿到的是8%多。对。但是等于说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在野势力来看的话，整个跟在执政党势力来讲都是49点多，一个是49.42左右，一个是49.45左右。所以也就是说，金文珠他如果当时没有分裂的话。其实可以拼的哦，是可以拼的哦，而且是什么？这是一个显现出来是个分裂的韩国。什么叫分裂的韩国？它势均力敌啊！它其实两边的势力跟上一次一样。尹锡悦跟李在明当时在3年前选的时候，那时候是48点多，比上48点多，两个只差0.07而已。对，那什么意思？也是一个分裂的韩国。所以今天就算谁执政都一样很难做。那李在明如果今天来讲的话，他上台，他知道自己难处，他如果没有去包容的去这个团结的在野党的话，那我相信他也做不下去。换句话讲，在这几年当中，第一个要修宪，他可能没办法修宪，因为他们本来说就是要修宪这个2任的任期一次任期4年那或者是说他要改变他的整个体制，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在这种情势之下不太可能，所以美国也看到机会，什么机会？我认为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跟过往他跟文在寅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差不多一样，什么一样？文在寅开玩笑，他也是反对 SARS 系统的但是美国就强逼说，我就是要让你 SARS 系统。
那你不放的话，不好意思哦，你那个乐天集团哦，我美国也不想跟你做生意啊。当然，乐天集团它是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它变成什么？它分化整个韩国内部来讲的话，它让中国跟韩国之间也在分化。所以美国有各种方法都可以整各到韩国，种手段，而且现在你知道，韩国是后来这个韩国有跟美国签 FTA 的，如果跟美国之间的 FTA， 如果把它整个，当然现在韩国也是跟美国在进行贸易谈判呢、所以为什么李在明说啊，那个7月8号的、7月9号左右的，如果这个你们如果已经谈好的话，可不可以延后？因为他6月4号当总统啦，现在开始当总统之后，那如果你谈的下来是前政府所谈的，我是不是要把它吃下去？对。那如果他反悔呢？那美国是不是给他教训？那现在韩国在国际社会所拥有的一切，比如说6月中，他现在有被邀请到去参加 G7 的这个高峰会议当中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旁边的会议。那虽然他不是 G7 的这个会员国，但是问题是谁邀请他的？也是美国邀请他的啊。所以如果说今天韩国如果你造次的话，我不仅是什么把你赶出国际社会之外，另外刚刚我们提到驻韩美军也是美国的手段呢。驻韩美军它可以移防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见得移防在韩国啊。所以李在明完全是腹背受敌耶。你知道现在全世界唯一一个旁边的国家对他这个所谓的觊觎的，而且对他来讲有武力的这些国家，中国、北韩跟俄罗斯这3个国家是有核子武器的，就韩国没有而已啊。啊，台湾跟日本至少还有一个隔着海峡、隔着日本海来这个遥遥相望。结果你不是啊，它是38度线，直接挥军就南下了，你这个国家就灭亡了。你如果说你国家灭亡没有外力的帮忙的话，你还能够成为韩国吗？所以就是说，韩国它基本上它的这个架构来讲，它本来就是一个必须要依靠美国援助的，它才能够活得下来的一个国家。那如果美国的势力都撤出的话，你还敢跟美国这么大小声吗？对，我告诉你，现在美国是先礼后兵，看你怎么表现。先礼后兵。你接下来你6月中到加拿大来，或是甚至也到美国来的时候，你要带礼物过来的。你如果不带礼物过来的话，你看川普怎么修理你。所以现在川普来讲的话，有各种方法来修理李在明了。因为为什么呢？他可以甚至于说，去分化你李在明阵营当中的亲美人士，然后呢，到最后你把李在明拉下来，李在明拉下来之后呢，接下来他们再重新选举，然后再搞一个人上去。还有这一招的。现在韩国政治动荡，不说不可能了。李在明能不能做完他的5年的任期，还是一个问题啊。中间来讲有太多这个不同因素，包含他不是也被暗杀过2次吗？对不对？那有可能被暗杀，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政治势力把他拉下来。所以真的不要小看美国跟韩国之间渗入到韩国各个阶层的这样的实力。所以廷尉，你刚刚一路讲下来，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最关键，对于南韩来讲，北韩是最大威胁。你今天如果没有泡美国，你可能就完蛋了。第二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你韩战的时候也靠我们台湾啊，结果你李在明现在说什么？说台海关系的事，台海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情，除非什么外星人打来，有搞这样子的哦。你知道这叫忘恩负义啊。李在明他不是年轻人，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人物。他以前也接受在那个年代当中，其实当时韩国跟中华民国关系非常好。对，你知道当时台湾在做10大建设的时候，其实韩国还没有什么高速公路，他是在看在台湾，有做高速公路，他们也想要，所以他们开始慢慢在学台湾。他们很多东西来讲，跟台湾经验学习，而且他们的军方跟我们的军方关系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跟那边的侨胞们关系也都非常好，所以。到最后来讲，1992年的时候，他跟中国建交，跟我们断交的时候，你知道吗？多可怜！我们那时候啊，在韩国，我们的大使馆是什么？这袁世凯那时候留下来的，在明洞那个大使馆。后来呢，因为国际法的问题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拿走了。当时的这个整个侨胞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挺台湾的嘞，气炸了，气炸了啊！那当然，他也他以前也经历过那一段。那也知道说台湾跟韩国之间的这个唇齿相交的这种概念啊，唇亡齿寒的概念，结果没想到他现在忘恩负义讲这种话，我觉得啊，他可能韩国就被外星人入侵了，不是什么外星人入侵什么地球什么鬼的。说真的啦，你今天来讲，你的安全是保障在你美国的整个这个安全网底下。你今天忘恩负义不这样讲话的话，我告诉你啊，如果假设今天台湾来跟中国大陆之间来讲的话，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吹草动来讲，你韩国基本上也活不下去。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哦，如果台海发生一场战事来讲的话，如果驻韩美军能够直接往北走，你知道解放军会怎么动作吗？部队马上北调到东北去，也就是分化了台海的这个实力。那如果说解放军全部集中力量到了朝鲜半岛，然后来协助北韩，
那台海什么事情，我台湾也不帮你啊，对不对？你韩国怎么样？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韩国反而压力更大。所以其实台湾跟韩国之间是唇齿关系哦。所以李在明如果误判情势，像现在他讲这些话来讲的话，绝对会被美国修理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